女孩突然开了一枪，一只神兽应声倒地。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。女孩正在切着肉排，一个老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女孩转身就要拼命，谁跟我抢肉谁死。很快老男人就被放倒。原来他不是来抢肉的，这是他老爸。老爸对女孩的表现很不满意。I was standing behind you for 3 seconds. It's too long. I'll do better next time. 女孩叫汉娜，老爸是大海。他们躲进森林生活了16年，从小老爸就一直训练他，每天打拳1万次，超远程射击，俯卧撑1000次，背着篮子跑100公里，还不停地加石头。老爸希望他能成为一名战士，替母亲报仇。16年前，汉娜的母亲被狠心抛弃，挺着大肚子，孤苦无依。是大海找到了她，说服她让未出生的汉娜参加基因改造计划。汉娜一出生就被带走，大海爱上了汉娜的母亲，他求大海带回他的孩子。大海很为难，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，溜进实验基地偷出了孩子。而这个决定间接地害死了汉娜的母亲。负责人金姐下令杀无赦，汽车撞到了树上，汉娜的母亲魂归西北。大海带着汉娜躲进了森林。转眼16年过去，汉娜已经长大，正值青春期，新鲜的事物对她有致命的诱惑。她在森林狂奔，追赶着飞机，而老爸早就画了红线，让她不要越过，这是在保护她。这天，她忍不住走了出去，遇到了年轻的光头强。光头强问她住在哪里，汉娜指了指森林。光头强无所谓，每天一个人砍树太无聊了，有个伴也不错。他用一条巧克力收买了汉娜，带着她游车河，又带着她来到卫星接收站，想登到顶上看星星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警报已经被触发。这是汉娜这些年过得最开心的一天，第一次感受到与异性相处的甜蜜。很快，警卫就赶了过来，光头强吓到差点跪了。汉娜第一时间逃跑，警卫立马开枪。汉娜很害怕，怕被追上，也害怕老爸责怪她，而老爸并没有，只得抱着她安慰她。第二天晚上，汉娜发现了异常 Machines. 3 of them. All around us. 两人第一时间逃，但想要冲破包围太难了。他们合作放倒异人，决定分开逃。汉娜拿起对讲机向相反方向逃。为了帮老爸逃走，她主动暴露了自己。He left me. 表面上她是个可怜的小女生，实际上她是个训练有素的杀手。她假装需要安慰，偷偷拿走副官的发簪。当负责人金姐发现异常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秒，副官就魂归西北，身旁边的警卫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另一个警卫进来帮忙，也被瞬间解决。女孩一路跑，意外撞进了化验室，一枪解决了男人，放走了女人，在桌上拿到了她的 DNA 报告，然后躲在一边偷袭了一个女警卫，换上她的制服，大摇大摆地从警卫身边走过，通过楼梯打开出口。这所秘密监狱竟然建在大沙漠里。另一边，一家人自驾游来到这里，爸爸妈妈开始吵架，女孩看不下去，有点小情绪，气冲冲地离开。这个举动有点草率，她迷路了。女孩叫菲菲，她在沙漠里乱逛，拖鞋都断了。机缘巧合下，她遇到了汉娜，跑上去喊救命，直接给跪了。是汉娜出手相助，帮她找到了家人。汉娜相当于救了女孩一命，她的爸妈顺便带上了汉娜。汉娜收获了第一份友谊，和菲菲成了闺蜜，一起逛商场，一起拍大头贴。菲菲教汉娜化妆，一起去蹦迪。玩归玩，汉娜还是抽时间给老爸寄邮件。她最终还是要离开的，要与老爸会合。菲菲很舍不得，给汉娜留下地址，希望汉娜有机会要去找她玩。这时，金姐的手下再次跟踪到她，汉娜第一时间就发现了，推开菲菲直接跑，在2楼被围住。汉娜直接出手，2、3下就放倒一个，接着又一个，战力爆表。最后一个直接掏枪，可是汉娜太狠了，直接拖着一人掉下楼去，把他当肉盾，安全落地，然后跑出了大厅。眼看火车已经启动，汉娜追了上去，跳上火车逃走。另一边，大海用牛油涂满全身，他要一路游到柏林，以1小时66海里算，至少2天才能到达。这个女孩好几天没吃饭了，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，与流浪狗相见恨晚。有个小卡拉咪想要调戏她，动手动脚，女孩没忍着，直接打出防狼20。小卡拉咪亮出刀子，女孩也不客气，直接掏枪。小卡拉咪发现踢到铁板了，这时老爸大海赶到，随便几下打发走了小卡拉咪。父女俩终于再次相聚，大海联系老战友莎莎姐、迪叔和卢卡斯，正计划对付金姐，但并不想让汉娜参与进来。当年金姐正是基因改造计划的负责人，大海心爱的女儿，也就是汉娜的母亲，间接被金姐害死。大海要复仇，金姐害怕家人受到伤害，必须先下手为强，双方无法善了。大海等人急需一批装备，只能到官方的军火库建。掐准时间，在守卫巡逻的间隙，大摇大摆走了进去，撬开锁，打开舱门，装备任选任拿。汉娜在车上留守，还嚣张地打开音乐，翩翩起舞。汽车的隔音太差，不是中国生产的，很快便引起了守卫的注意。折返回来，汉娜开车冲破铁网进入军火接应大家，现场枪林弹雨。大海和战友最终全部跳上车，扬长而去。另一边，金姐终于追查到柏林，莎莎姐第一时间通知大海。大海做了2手准备，除了明面上的3个战友，还找了另一个战友老司机，应付突发情况。金姐知道大海会找老战友帮忙，找到突破口，盯上了卢卡斯。卢卡斯退伍后穷困潦倒，变成一个底层的小人物。金姐承诺经济上支援他。这天晚上，卢卡斯回来有点晚，神情有些异常。汉娜一眼看穿，提醒大海要注意。
He smells of fear, like a fox that knows it's dying. 第二天行动时，大海临时改计划，没有将汉娜留下，一起上车出发。来到现场，汉娜便发现了异常。 3 men, 2 in the building, 1 in the car opposite. 人没有下车，直接开走，让老司机先带汉娜离开。随后，大海一个人来见卢卡斯，真心希望不是卢卡斯出卖他。他们聊起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，最终卢卡斯还是坦白了，换上大海的衣服走出酒吧，被金姐乱枪打死。 海从另一边逃跑，穿过酒店，不停往后面扔烟雾弹，开枪引起骚乱。金姐带队穷追不舍。到巷子，大海已经控制住。金姐走近一看，草率了，这是陷阱。金姐终于落入大海手中。大海拿出金姐的手机，用她的家人打感情牌，都是为了家人。只要帮她和汉娜安全离开，就放过金姐。从此一笑泯恩仇，各自过上不可描述的生活。然后当着金姐的面打死了金姐的手下冬瓜。金姐知道这个家伙坏得很，最终她也会死。 另一边，汉娜被老司机带回家，他老婆嘴上没有说，表情却是很不乐意。他对孩子没意见，只是怕老司机会出事。兄弟和女人他没得选，老司机也很难做，只能哄哄老婆。离开森林后，大海不管做什么事都没有跟汉娜解释，那份基因报告也被大海烧掉，这让汉娜很困惑。 这天，汉娜在老司机家里找到一份报告，竟然是自己的，上面注明生父未知。原来这个叫了16年的哎呀老爸，竟然不是自己亲生父亲。同时，金姐约见同事卡尔，说自己抓住了大海。卡尔问怎么不把他带回来，金姐说大海掌握了很重要的情报，必须秘密把他引渡回总部，让卡尔安排一架飞机。卡尔很为难，他的权限还不够。金姐一再恳求，他最终还是答应了。而越权操作，上头很快便空降了一名高官杰罗姆，他质问卡尔，卡尔交代了一切。杰罗姆又问他，你就没觉得哪里不对劲？卡尔突然想到，金姐点了一杯咖啡，他知道金姐已经很多年不喝了，这更坐实了杰罗姆的猜想，是大海控制了金姐。这天，大海和汉娜会合，一起前往机场。迪叔守着金姐，大海临走时有交代，等他们离开后，正要动手的时候，被杰罗姆救下。 Pleasure to meet you. 来到机场，大海告别了战友，带着汉娜正准备上飞机。汉娜临时发难 Not on the paper. What does it mean? Aren't you my father? Of course I am. Don't lie. Leave me alone. 汉娜情绪激动，离开了大海。这时，飞机上埋伏的人等不及冲了出来，大海掏枪反击，枪林弹雨。汉娜回头看了一眼，最终还是狠心离开。杰罗姆带着金姐追了过来，大海被一枪打中，老司机和莎莎姐折返回来帮大海，最终救下大海，开车离开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几个想要偷渡的小年轻在车上发现了汉娜，她要去找闺蜜菲菲，她的决定是对的。菲菲把她藏在老爸的车上，每天给她带食物，吃住全包。菲菲带着她参加同学的派对，认识了同学安东。第二天，菲菲又和他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同学卷毛是菲菲的男闺蜜，而菲菲暗恋着同学安东，但安东却对汉娜一见钟情。谁都知道强扭的瓜不甜，可就是想尝尝。夜里，菲菲烂醉如泥，卷毛陪着她，汉娜和安东独处，一起尝了尝那个传说中的瓜。另一边，大海身受重伤，不能去医院，莎莎姐帮他找来了兽医，用药帮他处理伤口，子弹只能暂时留在身体里。同时，杰罗姆找到了老司机，狙击手瞄准了老司机的孩子，问老司机大海在哪？兄弟与孩子，老司机该怎么选择？太难了。这天，大海出来晒太阳，莎莎姐叫他要多休息。子弹突然穿过了他的身体，一帮人围了过来，大海最终没能逃掉，是老司机出卖了他，身不由己。大海没有被当场格杀。杰罗姆的目标是汉娜。Where is she? 杰罗姆的出现，金姐被架空成为弃子。金姐很不服气，她决定私自行动，抢在杰罗姆之前找到汉娜，向上头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终于，她在菲菲的微博看到了汉娜的身影。菲菲和汉娜回来后，质问汉娜是不是抢了她的安东，汉娜默认了。闺蜜两人闹翻，汉娜除了道歉还是道歉。菲菲气冲冲地跑回家，这时金姐已经在家里等着她。金姐谎称自己是汉娜的妈妈，想要菲菲帮助她。菲菲和汉娜约定在咖啡店见面，到场看到的竟然是金姐。金姐连哄带骗，希望汉娜跟她走，这是最好的选择。汉娜也不跟她来虚的。And Sophie and her family would be safe. 金姐联系杰罗姆，说自己已经找到汉娜，希望恢复自己的权限。杰罗姆答应了，去接收汉娜之前下令解决大海，但他低估了大海，两个手下被打成死杀。我说呀。从手下口中得知，杰罗姆正在去找汉娜的路上，又在电脑上查到另一处科研基地，那里还存在无数基因改造过的女孩。大海先一步找到了汉娜，金姐不敢反抗，大海顺利带走汉娜。杰罗姆慢了一步，也来了。大海在会议厅点燃了垃圾桶，引起骚乱，混在人群中突破包围，抢了杰罗姆的直升机，将驾驶员扔了出来，顺利逃走。杰罗姆让手下解决金姐这个捣蛋鬼，把她带到偏僻的小树林。金姐袖里藏刀，攻气不被刷，成功反杀。
另一边，大海伤情恶化，知道时日无多，帮汉娜找到了亲生父亲，希望他好好活下去。在剩下的时间里，他要去把基地给毁掉。汉娜感觉到大海会做傻事，打倒了亲生父亲，开着父亲的车去找大海。而大海还没到达基地，就被杰罗姆找到，双方火力全开，大海势单力薄。这时，汉娜赶到，一个帅气的后摆尾闪亮登场，捡起枪就是突，360度空翻下踢，夺命剪刀脚，动若脱兔破窗而入，来到大海身边。Let's go。父女俩强联手，杀出一条血路。杰罗姆带来的人竟然全部倒下，而杰罗姆也被炸飞，生死不明。解决了所有人，父女俩扬长而去。大海告诉汉娜基地的事，两人决定救出这些女孩。不久后便来到了基地，基地警卫马上做出反应，父女两人神勇无敌。汉娜打前锋，直接跳到1楼吸引注意，大海打掩护，冷不防就是一枪，汉娜在下面大杀四方。警卫长想要偷袭，被大海一枪解决，女孩都被放了出来，而只有克拉拉愿意离开，其他女孩已经被驯化，成为没有灵魂的工具。这时，武装部队赶到，大海3人英勇无敌，正规军都不是对手，很快就全部被解决。这时，大海就伤加新伤，已经奄奄一息。汉娜扶着大海离开，杰罗姆突然出现，原来他还没死。又在关键时刻，金姐一枪解决了杰罗姆，并放走了大海几人。You can't be found here. I'll take care of this. 而金姐这么做不是有多好心，她只是计划拿回自己的权利。大海最终死在离开的路上，汉娜和克拉拉草草将大海埋葬。未来的路上只剩他们2人，一群女孩整齐划一登上大巴，她们将被送到另一个秘密基地，重塑身份，融入社会。她们未出生就参加了基因改造，从小就进行封闭式训练，成为杀人工具。而有2个女孩却逃脱了他们的控制，汉娜和克拉拉，她们躲进森林生活了2年。组织一直在追捕他们，但无人机还未接近就被他们听到了。远超常人的应变能力让他们一次又一次避开追踪。汉娜拥有超常人的肺活量，潜入水里1个多小时，无人机近在咫尺却没能发现她，直到无人机远去才露出水面。想要在森林中活下去，就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。打猎是汉娜的强项，在猎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借走他们的猎枪，偶尔遇到没人的别墅就进去补充下物资，搜寻每一个角落。这次他还发现了一个精致的马桶，直通化粪池。克拉拉问汉娜为什么不在别墅里住一晚，汉娜说那里随时有人会来，会暴露行踪，很危险。克拉拉嘴上不说，但这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。这天，克拉拉不告而别，想要去找她的亲生妈妈，找到别墅主人寻求帮助，但她只记得妈妈的名字。别墅主人女儿帮她在网上联系了下，还真找到了。当汉娜找过来时，克拉拉已经离去，而克拉拉这波操作暴露了行踪。汉娜在别墅里查找主人的资料，想知道克拉拉去了哪里，而组织的装甲车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。汉娜冲出来直接开枪，想要寻求突破口逃走，但对方人多势众，被逼退了回去。强大火力压制，他们接到的命令应该是要将汉娜击杀。汉娜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跳进了化粪池。这时，门口的煤气罐被打爆，别墅在爆炸中灰飞烟灭。克拉拉来到约定地点，她并没有找到妈妈，等待她的人是基因改造计划的前负责人金姐。金姐想要说服她回到组织，不用接受惩罚。克拉拉拒绝，想要逃走。一队佣兵冲了进来，克拉拉试图反抗，但结局早已注定。看到克拉拉受伤，金姐似乎心有不忍，克拉拉被带走。新负责人史弗龙出现，告诉金姐，汉娜试图反抗已经被击杀。另一边，别墅废墟里，一块木板被踹飞，一道身影在地下钻了出来。当金姐看着汉娜的照片暗自神伤时，汉娜却神奇的出现了。她需要金姐的帮助，她救出克拉拉。这群女孩被灌输扭曲的价值观，终将在某次任务中死去。没有人会留意到她们来过这个世界。汉娜找金姐帮忙把克拉拉从组织里救出来。金姐把汉娜藏了起来，狠心把她留了17年的长发剪掉，还染成了脆皮金黄色。金姐帮她换一个身份，要把她托付给她的老师，一名退休特工。金姐会另外想办法救克拉拉。汉娜没有当场表态，单独行动，强势抢了别人的报名资料，冒名顶替。她参加了帕斯威药业集团的临床测试。汉娜乖乖服下胶囊，10分钟后测量血压，又被带向另一个房间。汉娜问医师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克拉拉的女孩，这才是汉娜来这里的真正目的。医生说没见过，接着给汉娜打上点滴，然后离开。药效非常强烈，汉娜开始天旋地转，产生幻觉。她回想起在森林中被追捕的画面，直升机和枪声在耳边环绕，生死之间的画面再次浮现。她下意识地想要逃离这里，拿起显示器打破了窗户，破窗而出，直接把医师给放倒了。但在汉内眼中，他放倒的是组织的士兵。倒霉的医师一个个被按在地上摩擦，穿过走廊下楼梯，又有2个不长眼的冲上来，根本不知道面对的是怎样的存在。药物的作用也让汉内比平时更加强大。逃往大堂，汉娜无意中发现负责人正跟组织的人联系。新药是一种类似爆元丹的禁药，能让组织的女孩在关键时刻变得更强大，很快就可以送到绿色家园实验基地。汉娜用枪对准了负责人，问他绿色家园在哪里。这时保安追了过来，汉娜转身直接开枪，第一时间选择逃走，保安紧追不舍。关键时刻，金姐开车赶到，救走了汉娜。汉娜终于坦白，克拉拉留下了一颗胶囊，上面正是帕斯威的商标。这次行动是正确的，
至少知道了克拉拉被关在哪里。帕斯威正计划将禁药送往绿色家园，只要跟踪他们就能找到克拉拉。金姐还是坚持不让汉娜去冒险，但汉娜倔得跟驴一样。另一边，史芙蓉派出特工调查帕特维事件，被抢女孩认出了汉娜。女孩说，虽然头发颜色不一样，但化成灰也能把她认出来。汉娜暴露了，原本组织以为汉娜已经死了，金姐也想帮她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但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女孩身体里有狼的基因，远隔100米开外，从对话中知道了基因实验基地的位置，她必须前往基地救出闺蜜，而另一双眼睛却盯上了她。这名特工正寻找机会要她命，这时有个老女人出现，帮她化解了危机，一枪解决，简单粗暴。她被发现后便谎称自己是来取车的。帕斯威药业负责人根本不信。这时金姐假装刚刚赶到，一副教训不孝女的口吻，要将汉娜带走。汉娜秒懂，配合金姐演完下半场，一波骚操作后安全离开。基因计划负责人史芙蓉打电话给金姐，金姐怕汉娜误会下车听电话，而汉娜却在金姐的包包里找到一个电话号码，正是刚刚打过来的号码，而电话的另一头正是史芙蓉。汉娜果断逃走，刚刚放下防备，选择相信金姐，没想到金姐是在帮史芙蓉抓自己。汉娜躲进货车，金姐很快便找了过来。原本在同战线的两人大打出手，两人智商都超越了地平线，但战力方面汉娜却是天花板。金姐最终乖乖趴下了。汉娜开走了金姐的车，找到了绿色家园，翻越护栏，终于找到了基地。汉娜心里在呐喊：克拉拉，我来了！汉娜一路过关斩将，没有伤人命，以最快的速度潜入基地内部，最后放倒了2个士兵进入内院。她终于找到了克拉拉，而克拉拉似乎又融入了这里的生活，和以前的姐妹一片和谐。而前来营救的汉娜显得那么多余，眼神里满是伤心和失落。在怀疑人生的时候，士兵围了上来，克拉拉也看到了汉娜，最终还是无情转身离去。汉娜羊入虎口，落入史芙蓉手中。这是我见过最狠的女人，原本已经遍体鳞伤，随后便开车向前冲，眼神坚定。挡在前面是一棵雄壮的老树茎。女人醒来时已经被带到了基因实验基地绿色家园。史芙蓉嘘寒问暖，假惺惺，想让金姐帮她说服汉娜回归组织，而金姐却是想要把汉娜救出去。来到控制室，金姐不安分的眼神只是瞄了一下，就记住系统登录密码。另一边，老同事发现了金姐留下的标记，在树下找到一台手机，金姐身上装了定位器，屏幕上播放着汉娜闯入基地的整个过程。史芙蓉感叹汉娜就是基因实验项目最完美的作品，但就算跪着求她，汉娜也不肯回归组织。Take me to her. 见到金姐，汉娜有点激动。金姐一个眼神提醒汉娜，汉娜立马知道金姐有话要说。金姐夸汉娜的头发很好看，可这原本就是金姐帮她染的。接着问汉娜：“你一个人走南闯北寻找克拉拉，对不对？”暗示之前一直帮助汉娜组织并不知道。接着又拿出被杀特工的照片，认定是汉娜杀的，但又说情有可原。他对汉娜来说是个威胁，属于正当防卫。汉娜秒懂，是金姐帮她解决的。开始入戏。I want you to do something for me. I want you to try and work with me. And if you do, I might be able to help you. Do you trust me? Maybe. 镜头外的史芙蓉觉得太神奇了，我他喵就差点给汉娜跪下了也没结果。金姐一来，事情就开始有了转机。汉娜得到了跟克拉拉见面的机会，组织的目的是给汉娜一种归属感，而汉娜却带着克拉拉避开摄像头，找到一个隐蔽的地方。他们有些悄悄话要说。史芙蓉发现时，金姐也在场，她知道这是汉娜在给她发信号，她相信金姐。汉娜并没有放弃把克拉拉救出去，克拉拉一时半会还不接受，但最终被汉娜说服。Please. 士兵破门而入时，两人表现得很正常，闺蜜两人躲起来说些悄悄话，很合理吧？史芙蓉终于亲自来见汉娜，过来确认汉娜愿不愿意留下。为了表现得更真实，汉娜还稍微内心挣扎了一下。金姐趁机上前安慰，实则是偷偷给汉娜塞小纸条。史芙蓉和金姐离开去准备接下来的工作。汉娜打开小纸条，今晚10点，前院。问题来了，这里到处都有摄像头和士兵，晚上还有宵禁，9点就必须回宿舍。金姐能顺利救出汉娜和克拉拉吗？金姐找借口支走了控制室主任，顺利登录系统，启动定时任务，晚10点切断所有电源，随后便在史芙蓉监视下离开。一辆车正准备送金姐离开，老同事在外面正等着接应金姐。汉娜和克拉拉准备就绪。10点整，基地电源准时被切断。金姐解决了司机，开车回到前院。克拉拉和汉娜第一时间逃走。克拉拉对环境比较熟悉，跑在前面。但意外的是，灯光再次亮，汉娜被姐妹们围住。说好的闺蜜不骗闺蜜，这又是闹哪样啊？克拉拉已经被组织洗脑同化，她希望汉娜也能留下来。而金姐没有等到汉娜，史芙蓉坐上了车。金姐转身想逃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不出意外，金姐可以在这里养老了，1日3餐外加1顿毒打。史芙蓉认为汉娜吃软不吃硬，让克拉拉和姐妹们一起游说汉娜，画面一片和谐。但汉娜根本软硬不吃，她永远不会属于这里。一场对战演习说明了一切，鸡窝不配留住凤凰，只有山鸡才会留在这里。4人一个小队，分4组，最先拿到旗帜的队伍获得胜利。红队4人优先出发，汉娜也同时向旁边跑去。没有管队友，森林就是她的主场，除了赢下比赛，她别无选择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大部分姐妹在乱战中失去了比赛的资格。
汉娜一路寻找旗帜，跑到了护栏边，机缘巧合下跟金姐的同事碰头。汉娜意识到想要离开这里还是有机会的。很快，汉娜找到了终点，跟另一名选手做最后决斗，一切毫无悬念。汉娜以压倒性的实力获得胜利，而这一份荣耀，同队的姐妹能够吹1年，但对于汉娜却一文不值。这天，金姐借机逃了出来，找到汉娜的房间。It's not what they are offering you here. And where is it? Where do I belong? With me. I can look after you. Please let me try. 警报拉响，克拉拉知道，第一时间联想到汉娜。同一时间，金姐的同事听到警报声过来接应，金姐让她将注意力吸引到另一个方向，然后在指定地点汇合。金姐带着汉娜向一条隐藏的小路跑去。汉娜拿回之前藏好的新身份护照，心里还是放不下克拉拉。当金姐劝说她赶快离开时，克拉拉却半路杀出，用枪对准了金姐，阻止他们离开。汉娜马上挡在金姐前面，金姐怕夜长梦多，直接抢枪，三人推揉在一起。突然一声枪响，史芙蓉听到枪响带队追了过来，是汉娜开枪打中了金姐，有克拉拉证明，逃跑行动失败，却意外得到了史芙蓉的信任。当中最受伤的人自然是金姐，一群90后不幸出现在暗杀名单上，这些人在未来极有可能影响漂亮国的霸权地位。17年前，史芙蓉想拉好友罗伯特入伙，罗伯特却立场坚定。在史芙蓉离开的间隙，罗伯特趁机拍下了名单。就在刚刚，史芙蓉监控到一份邮件，代号塔西陀的人联系记者尼克拉，要将暗杀名单公之于众。汉娜和朱尔斯被派遣执行第一次任务，以学生的身份进入伦敦南岸大学，接近在校任教的贝瑟尼博士。朱尔斯一直缠着贝瑟尼讨论学术问题，目的是找机会接近她的闺蜜尼克拉，等待组织的下一步指示。就在这天，汉娜在放学路上遇到了金姐的同事大兵，大兵带着她来到秘密据点，在场的还有另一个人瑞秋，他们和金姐是为数不多几个想要阻止暗杀计划的人。大兵说，暗杀计划背后的权力核心是先锋集团，中情局的一般激进分子，史芙蓉也只是他们的一颗棋子。史芙蓉并没有完全信任汉娜，让朱尔斯监视着她。汉娜的举动让史芙蓉失去了耐心，派教官前往伦敦解决一切。另一边，桑迪被派遣前往西班牙，以同学的身份接近罗伯特的女儿凯特琳，在课堂上顺走了凯特琳的手机。下课后，当凯特琳翻找手机时，桑迪在上前归还手机，说是刚好捡到的。这样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女孩，大家自然很乐意和她做朋友，很快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而猎人往往以猎物的身份出现，克拉拉也来了，男闺蜜小白上前搭讪，成功上套，几人很快便打成一片。凯特琳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两头饿狼就潜伏在身边。另一边，朱尔斯和汉娜出现在伦敦地铁里，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尼克拉前往西班牙和塔西佗碰面。尼克拉已经坐上这班地铁，他们要在地铁上将他击杀。同时，大兵也跟了过来，汉娜已经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。车厢打开，汉娜第一个走进车厢，突然转身推开朱尔斯，并用枪指着他。而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，汉娜早就暴露了，两个杀手正在车厢里等着他，而汉娜是杀手界天花板的存在，两个人就想拿下汉娜，实在是有点异想天开了。不到10秒钟，两人就被搞定。汉娜拼了命往上一个地铁口跑，但心里清楚已经来不及了。记者尼克拉被杀，大兵也死在朱尔斯手中，还没有拯救世界就早早牺牲了。跟汉娜一样不甘和愤怒，汉娜拿走了大兵的手机。在地铁里，汉娜心中在呐喊：为什么好人不偿命？为什么祸害1000年？别人1日3餐，他1日3顿毒打，但就算把他打成小儿麻痹也没用。Does the codename Tacitus mean anything to you? Yeah. He's my dog. 于是，一场精心策划的好戏即将上演。金姐被押送前往靶场处决，车厢里的小兵突然被一枪送走，驾驶室里的小兵紧追其后，汽车打滑车内就像石子一样，稳定下来时已经一片狼藉。金姐踹开车厢门，看到了2张生面孔。We said we'd get you out. 金姐虽然跟着他们离开，但没有放下戒心。当他们离开时，刚刚死在车上的小队长突然睁开眼睛，笑得很猥琐。这2名特工伪装成大兵早前的同事，金姐只是后来者，现在愿意接纳金姐一起对付先锋集团。先锋集团已经全面掌控了中情局，金姐半信半疑，紧接着拿出了目前掌握的资料。罗伯特要公开组织的暗杀名单，汉娜在暗中对付组织，她需要帮助。金姐最终信了他们的鬼话。另一边，汉娜翻看大兵的手机，翻到史芙蓉一张照片，照片上还有一个陌生女人。还有更惊人的收获，原来克拉拉的母亲并没有死，只是改嫁后换了名字，现在住在埃及。很快，克拉拉就收到了这个消息，原来组织一直在骗她，只想让她死心塌地为组织做事。长期相处的姐妹桑迪看出她有心事，克拉拉只是谎称太累了，妈妈的事她必须保密。罗伯特知道处境危险，来到西班牙后第一时间想把女儿送走。父女俩约定在酒店碰头，前脚刚进门，克拉拉就出现在门外。在开门的瞬间，桑迪闯了进来，在凯特琳面前，两人终于露出了獠牙。桑迪一直逼罗伯特交出名单，罗伯特一直不肯。桑迪让克拉拉开枪，克拉拉却犹豫了，她不想成为组织的杀人工具。I can't. 这时，汉娜赶到破门而入，混乱中，桑迪打伤了罗伯特，进入卧房。克拉拉赶紧跟汉娜解释 Could have killed him. I didn't.
桑迪一枪解决了罗伯特，然后从窗口逃走。他知道有汉娜在，已经没有发挥空间了。很快，罗伯特遇害的事成为了今日头条。金姐和2名特工刚刚下机，正要走出机场。What hotel is that? 酒店服务生走进客房，突然就被扣住双手，用枪顶着头压在墙上。Robert Gelder, he gave you a file, yes? Yes. 这是一份暗杀名单，对于女大学生凯特琳是一张保命符，对于基因项目负责人史弗龙却是一张催命符。泄露组织信息会被枪毙100次。汉娜成功拿到了名单，出门便遇到了权威媒体总编罗伯特。原本就是想把名单交给他，但现在不行，汉娜要利用这份名单保护凯特琳逃走。两人争论时，电梯门开了，史弗龙出现，汉娜立马开枪，史弗龙等人也瞬间退出场。酒店大堂变成战场，总编突然抢走名单，转身想逃，被史弗龙一枪解决，死得很专业。汉娜被团团包围，一场慌，掐准了时机拿回名单，一个漂亮的滑铲解决任务，溜下楼梯，史弗龙紧随其后。汉娜穿过厨房制造一点阻力，然后向后门跑去，在拐角处，金姐突然出现，金姐想带汉娜逃跑，说这2人是来帮他们，被汉娜瞬间识破，这个女人跟史弗龙有一腿，双方展开激烈枪战。汉娜从反方向逃走，金姐抢走汽车扬长而去，暂时脱离险境。另一边，凯特琳被藏在富人区的一间别墅里，管家暂时被绑了起来。克拉拉和汉娜没有伤害管家的意思，但管家却怂恿凯特琳报警，白白葬送了自己活的机会。克拉拉不得已让管家出去确认外面是不是真正的警察，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。果然，管家在说完遗言后就倒下了。报警信息被史弗龙拦截，教官出现，克拉拉带着凯特琳玩起猫抓老鼠的游戏。随后，史弗龙和女特工也出现，教官和特工包抄，到处找了个遍，唯一的死角就是沙发后面。凯特琳不得已现身，教官不敢大意，直接开枪。随后，克拉拉让人意想不到的从天而降，将教官撞进了浴室，而史弗龙手一挥，他枪走火打穿了教官。克拉拉游向岸边，刚露出水面，特工的枪就对准了他，特工还来不及开枪就先倒下了。是汉娜及时赶到，紧接着史弗龙也被打到。几人开车想要逃走，但史弗龙的增援已经赶到。汉娜很淡定，她在等，而金姐没有让人失望，在关键时刻出现，和汉娜配合拿下所有人。随后，金姐找史弗龙谈判，我终于明白，泄露名单的人就是你，但我可以帮你隐瞒，条件就是替汉娜证明，报告上必须写罗伯特想曝光名单这件事中，是你派汉娜做内应，并成功完成了任务。史弗龙不得不答应。汉娜送凯特琳前往机场，而克拉拉有别的打算，她要去找她亲妈。 Good luck. 而金姐安排汉娜回到组织是有目的，当她了解基因实验计划背后真相时，便立志想要阻止。她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但有生之年她会倾尽全力。